真相与情感如果产生冲突，究竟坚定哪一个才会是正确的选择？光影23室成年人的睡前小故事，我是阿月，每天为您带来最温暖的电影故事，一起来看今天的教师休息室。故事开始前，别忘了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，让阿月的声音陪伴你每一个晚上。2023年，德国一所学校内，收到通知的卡拉推开会议室大门，加入正在进行的秘密会谈。学校近来频频发生失窃事件，秉持着零容忍的原则，利伯达作为教师代表，找上卡拉班级的2位班长珍妮、卢卡斯，询问班里是否有同学最近表现异常，比如谁换了新手机，身上多了大笔现金。而他见2个孩子不肯吭声，便拿出卡拉的班级名册，对着名字一个一个指过去，直到卢卡斯点头确认了一个名字，利伯达这才作罢。他提醒2个学生不要将这场谈话泄露出去，而坐在一旁的卡拉全程都是一副不赞同的姿态。他认为不该将无辜的孩子卷入这场调查，而且这种背地里检举同伴的行为并不利于引导孩子身心发展。可下一节课的铃声已然响起，卡拉只好无奈回班。卡拉是一名刚踏入教育行业的年轻教师，他作为7B 班的班主任，在教授学生课本上数理知识的同时，也满怀激情与理想，希望这群年纪尚小的孩子能在他的课堂上学到许多人生哲理。在开始今天这堂数学课前，卡拉先抛出一个问题：0.9循环是否等于1？班里同学纷纷认为不相等，只有奥斯卡在经过一番论证后给出了正确答案。卡拉忍不住投去赞赏的目光，可其余孩子对于这反常识的结论还是怀有疑问。卡拉便告诉他们，现在还不能理解很正常，只要学会逐步推论，答案总会浮出水面。但就在这时，校长带着利伯达打断了卡拉的课堂。他先是要求女生全部出去，随后告诉剩下的男孩将钱包摆在桌子上供以检查。卡拉这才反应过来，是利伯达将早晨的谈话上报给了校长，他们此次前来就是为揪出小偷。但班上的孩子真会做这种事吗？而校长嘴上说着不愿意的可以不做，可他那副架势摆明了是谁拒绝谁有鬼。最终阿里那鼓囊囊的钱包使他成为重大嫌疑人，一时间所有男孩的目光都落在阿里身上。随后阿里父母赶到校长办公室，母亲解释称这笔钱是他早上给阿里买礼物用的，因为他表弟要过生日了。而阿里被这种3方会审的架势吓到，半天才敢点头确认。卡拉见事情已经说清，便想就此接过，阿里母亲却提出异议：你们知不知道我儿子当众被单独叫出来，其他孩子以后要怎么看他？假如有的家长就是宠爱孩子，会给许多零花钱呢，你们凭什么非要怀疑阿里？阿里母亲暗自认为自家作为移民到德国的土耳其人，孩子是遭受到了歧视。不过他没有当场把话挑明，只准备回去以后在家长群里好好宣扬一番。卡拉其实也不认同校长的做法，当着孩子面搜身影响太过恶劣，但以利伯达为首的教师委员会却不这么认为。在卡拉入职以前，老师们的物品就已经在频繁丢失了，如今这个非常时间，只有使用非常手段才能抓出真正的小偷。而卡拉身为新老师，也不好和利伯达继续争辩，便回去上体育课，组织班里学生打篮球。他观察到阿里状态正常，同学们与他相处没什么异样，这才敢悄悄松一口气。下课以后，卡拉将体育馆捡到的日记本交到行政处的库恩手里，因为他最喜欢的学生奥斯卡就是库恩的儿子。卡拉便与库恩多聊了几句，而他回到办公室打印卷子时，也许是受这些天的调查影响，卡拉如今看人也不免带上几分怀疑的目光。此时水吧边那个从存钱罐里掏钱的老师，光是看着他东张西望的慌张模样，卡拉就忍不住猜测他是否就是那个小偷。走进教室后，卡拉将卷子发下去，而奥斯卡依旧是那么聪颖。其他人还在抓耳挠腮做题时，他就已率先交出了答卷。这时卡拉注意到汤姆在作弊，
便立即上前没收他的小抄。汤姆却很是不服，又是顶嘴狡辩，又是背后偷偷竖中指。于是等到放学后，卡拉不得不单独将汤姆留下，和他理清楚一个事实，那就是考试规则适用于所有人，他的作弊只会破坏其他人应得的公平。岂料汤姆还是一副油盐不进的模样，留下一句对不起就吊儿郎当地离开。随后教师委员会的瓦妮莎找到卡拉，称阿里上学期成绩太差，如果这学期还没起色，他就只能拿到不及格，而这对将来的升学有极大的影响。卡拉闻言刚准备好好努力，督促阿里提升成绩，可瓦妮莎突然将话题扯到阿里父亲开出租车的职业上。卡拉一时不能理解这和阿里学习不好有什么关系。紧接着利伯达重新提起学校盗窃案，卡拉的状态瞬间紧绷起来。你们是认为这种家庭的孩子手脚不干净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这不可能。他厌恶校方总是从一种歧视的角度对学生提出质疑。想起上午那个掏零钱罐的老师，卡尔便决定设个诱饵，看能不能揪出小偷，还给大家一片宁静。数清楚钱包里的现金后，他将钱包留在椅背的外套里，随后点开电脑摄像头，前往体育馆上课。而等到卡拉回来时，钱包里的现金果然少了许多。考虑到这段视频涉及侵犯他人隐私，来源并不光彩，卡拉特意避开同事，躲进单间厕所，点开了录像。终于小偷出现了，尽管没有拍到正脸，但镜头录下了小偷的衣服花纹。卡拉环望办公室一圈后，最终将视线锁定在行政处的库恩身上，因为他那身猩猩衬衫与视频里的衣服如出一辙。卡拉可以确定整个学校今天只有库恩穿了这件衣服，可他还是决定给库恩一个机会。卡拉特意将库恩的秘书请出办公室，随后关上大门，表明自己已经掌握他偷钱的证据，但库恩只要能把钱还回来，并保证不会再犯，自己就可以当作什么都没发生。岂料库恩闻言气急败坏起来，厉声呵斥卡拉赶紧滚出去。无奈之下，卡拉只好找到校长，播放电脑里的视频。可库恩即便是面对校长问话，也咬死了自己什么都不知道。校长波姆看的是不见证据不落泪，便点开那段视频。库恩却坚持视频没拍到脸，自己是无辜的。说着说着，他还流出眼泪，像是受到什么天大的委屈，夺门而出，留下卡拉一人与校长面面相觑。卡拉追上前想要与他好好商量，但此时正值放学时分，库恩当着校门口其他学生的面，边哭边拉着奥斯卡回家。卡拉害怕在学生间扩大影响，便只得止步。在回去的路上，突然的他有些害怕了。卡拉作为波兰人，来到德国生活的时间并不算久，他还不了解这里各项规则的运行机制，发现有人可能是小偷，就选择如实上报，仅此而已。但现在看着库恩激烈的反应，卡拉不免一阵后悔。其实现在想来，没有拍到脸就不能算是明确的证据，而他的本意也不是想伤害库恩。同事杜迪卡不禁提醒卡拉，他用电脑偷偷录像的行为其实侵犯了全体教职工的个人隐私权。一旦库恩在这方面做文章，卡拉绝对吃不了兜着走。可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校长坚持的零容忍，不会纵容一个小偷继续待在学校，但他也要顾及学校的面子。因此接下来的重点就是统一所有教师口径，遏制舆论，避免被人指控校方是在给库恩泼脏水。走出校长办公室后，卡拉心乱如麻，明明就是件你道歉我接受的小事，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棘手？他盯着奥斯卡的试卷，只希望库恩这件事不会给他造成影响。而在卡拉看来，无论成绩好坏，每个学生都有值得被看见的闪光点。于是在发卷子时，他照例给每个人都送上表扬。这一次奥斯卡又取得了班级最高分，但卡拉没有公布排名，他不想孩子因为成绩被划分出369等，产生不必要的竞争和压力。然而放学铃响后，只有奥斯卡没有离开。卡拉看出他一脸心事，便拿出一只魔方，称这是考试的奖励。而复原魔方并非胡乱拼凑，
得用到数学上的演算公式才能成功。一听见与数学有关，奥斯卡瞬间来了兴趣。他接过魔方，看着这个一直照顾自己的老师，终于问出心底疑惑：为什么我妈昨天哭得那么厉害？面对眼前心爱的学生，卡拉无法做到亲口说出原因，因为这对他，对奥斯卡来说都是一种残忍，便只好拜托校长来解答疑惑。可库恩自从昨天被停职调查后，便拒绝接听校方一切来电。校长索性让奥斯卡先打给库恩，但库恩仍然抗拒沟通，而奥斯卡也并不傻。尽管老师总是三缄其口，可结合近日沸沸扬扬的校园盗窃案与母亲休息在家的情况，他明白母亲是遭受了偷窃的指控。校长闻言连忙解释，没人提出指控，停职也只是暂时的，只要查清真相就好。奥斯卡却认为母亲是受到了冤枉，于是这场谈话除了让奥斯卡变得更愤怒以外，什么问题也没解决。卡拉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忍不住长叹一口气，难道自己又做错了吗？由于即将要开展去英国的班级旅行，加上自己刚接手班级，卡拉特意召开一次家长会，想要和大家认识一下。岂料家长们的态度并不客气，汤姆的父亲针对上一次的考试率先发难，质问他为什么要出那么晦涩的试题来为难12岁的孩子。卡拉没有当着众人的面说是因为汤姆作弊才得了低分，他解释自己是在紧跟教学大纲。紧接着珍妮的母亲站了起来，责问卡拉学校为什么要煽动女儿去告发他人。他已经在家长群中讨论过了，大家一致认为学校就是用权力逼迫和威胁孩子。环望台下那一双双愤怒的眼睛，卡拉顿时一个头变两个大。他其实也不赞同这种做法，但为了平衡家校双方关系，卡拉只好替学校解释，本意只是拜托孩子帮个忙，情况根本没那么严重。下一秒，敲门进来的库恩让卡拉的心狂跳了一下。果不其然，库恩将卡拉在学校偷拍的行为公之于众，监视、告密、诽谤、侮辱人格，凡是大家能想到的，卡拉都会去做。库恩的这番控告引起家长们的轩然大波，而他连连高喊的恶心也砸得卡拉头晕目眩。看着台下家长们嫌恶的目光，卡拉知道全完了。他再也顾不上什么礼节，一心只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卡拉却只觉有一双手死死扼住了咽喉，他扯下丝巾躲进卫生间，将垃圾桶的塑料袋套在口鼻上，这才缓解了过度呼吸的症状。尽管家长会上发生许多意外，但到了第二天，卡拉还是得装作无事去面对孩子们。在课堂提问环节，他习惯性将目光投向奥斯卡，期待他能和过去一样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。然而奥斯卡却避开了卡拉的视线，他不想再做卡拉最喜欢的学生了，因为他伤害了母亲。卡拉随后注意到卢卡斯在课上偷玩手机，便收走手机，准备放学再还给他。岂料卢卡斯突然开口提醒卡拉要放好手机，免得被人偷走。这番意有所指的话语让卡拉误以为他是在内涵阿里，可卢卡斯却将目光投向了奥斯卡。生物课上说，性状是会遗传的，比如母亲太胖，儿子也会超重。卡拉这才反应过来，他是得知了库恩的一些情况，在针对奥斯卡。然而这是一种非常恶劣的猜忌。卡拉立即板起神情，教训卢卡斯说话必须要三思。而奥斯卡则在同学间的纷纷议论声中感到无地自容，慢慢低下头颅。放学以后，卡拉打给卢卡斯的母亲雷克，想要沟通孩子今天的行为，而雷克也有许多话要问卡拉。昨晚他没能参加家长会，但家长群里关于卡拉的议论让雷克十分担心，这样一个听起来劣迹斑斑、情绪失控的老师，真能教好孩子吗？他告诉卡拉，家委会已经决定要与学校管理层商谈，等那个时候大家见了面再进行详细沟通吧。就在这时，奥斯卡找到了卡拉，卡拉很高兴他还愿意主动来找自己。然而下一秒，奥斯卡拿出的钱袋让卡拉瞬间连起神情。奥斯卡将一堆有零有整的硬币钞票稀里哗啦倒在课桌上，说这是他全部的积蓄，现在还给卡拉，只希望他能高抬贵手，别再伤害自己的母亲了。
可在卡拉看来，钱不是问题的重点，偷窃才是。既然话已经点名到这个地步了，奥斯卡便也不再忍耐，他坚称母亲不是小偷。卡拉必须在公开场合向母亲道歉，否则他绝对会后悔。奥斯卡愤然起身离开，走前还顺手推倒一把椅子，椅子倒地的声响在教室内炸开。卡拉在为他对自己无礼而愤怒的同时，一股恐慌也自心底渐渐升起。奥斯卡说的后果自负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回到办公室，透过窗户看见奥斯卡在扎堆的班里其他同学间不断说着什么。而就在这时，同事瓦妮莎递上来一块生日蛋糕，打断了卡拉的思考。利伯达称他要对库恩正式提起诉讼，而卡拉手里的录像就是最好的证据。卡拉顿时愣在原地，为避免扩大影响这段影片的存在，他只告诉过校长和杜迪克2人。可这天底下哪有什么秘密呢？库恩的情况能被学生得知，那他电脑里的影片自然也瞒不过同事。一旁的瓦妮莎也不得不坦诚，在得知卡拉有偷拍行为后，她感到十分不适。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如何让库恩受到惩罚，以此给办公室里每个丢过钱的老师一个交代。教师委员会等人准备联合控诉库恩，可卡拉无论如何都不肯交出影片，毕竟一码归一码，他只拍到库恩偷自己的钱，这并不代表其他人丢的钱也是库恩所为。事情没有调查清楚前，卡拉不想让那个可怜的女人彻底丢掉工作。利伯达闻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是同情库恩做上大好人了，那又有谁来对丢过钱的大家负责呢？就在大家争论得不可开交时，班上的哈蒂找到卡拉，称校报想要采访他。在得到卡拉的同意后，校报的学生点开了手机录音，而一开始哈蒂的提问比较温和，例如谈谈对教书的感受，想对过去的自己说些什么，卡拉都能游刃有余地回答。直到高年级同学围过来时，气氛骤然变得紧张起来。卡拉注意到他们的表情并不友善。终于，社长克里斯开始发难了。他质问卡拉，学校在调查偷窃案时，为什么会首先怀疑学生？为学校辛勤付出14年的库恩，是否真的会被开除？而他的停职是否与偷窃有关？卡拉注意到桌子上正在录音的手机，不想徒增事端，便选择无可奉告。随后，在学生接二连三的盘问中，他感到一种不安。卡拉的出发点与学生们是一样的，从始至终都是找出小偷，还给学校一个安宁。那为什么现在他会被学生当成犯人似的在审问呢？当克里斯询问奥斯卡是否会转学时，卡拉终于忍无可忍。他不知道这群学生的消息来源是哪里，但卡拉只想拜托他们别再传播谣言了，因为这只会加重彼此的不信任感。离开以前，卡拉要求克里斯在发刊前必须先把写好的稿子拿给自己过目。在与代表学生群体的校报团队交流时，卡拉一如既往选择点到为止。他以为只要不说，事情就不会变得糟糕，但卡拉低估了3人成虎的威力。在校长、家长、教师委员会纷纷介入到这件事里时，一场愈演愈烈的风暴就已在他的身边酝酿成型。卡拉曾坚信摄像头拍下的那件猩猩衬衫一定属于库恩，他如今只是在等待走完正规程序后得到的一个确定结论。可在多方施压下，卡拉的心里近乎崩溃。恍惚间，他看见周围所有人都穿着那件猩猩衬衫，卡拉不由开始怀疑自己认定的那个库恩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小偷。他收拾好情绪，进班准备上课，却发现班里学生今天根本不配合自己，没人响应课前活动，也没人理会他的问话。望着台下那些充满敌意的眼神，卡拉这才反应过来，奥斯卡那天说的后果自负是什么意思。他竟挑动全班人的情绪，带头孤立了自己。这时终于有学生开口了，他们想知道奥斯卡是否会被逼走，纷纷吵闹着也想了解事情真相。卡拉简直受够了这种无休止的猜忌，他想让事情回到轨道上，便当作没听见，询问谁愿意上台解题。而汤姆一站起身，便被同学斥责为叛徒，但他马上都要挂科了，再不表现好点要怎么办呢？
更何况班里又不是所有人都站在奥斯卡的一边。面对台下人的骂声，汤姆直言奥斯卡的母亲就是个罪犯。教室里顿时闹成一锅粥，卡拉气得将汤姆赶出教室。他在台下的一片嘘声中迎上奥斯卡的目光，对方嘴角那抹得意的笑容让卡拉心力交瘁。而他在批改家庭作业时，发现奥斯卡竟直接在本子上留言，说他母亲不是小偷，自己就是个骗子。卡拉意识到自己与学生间存在的隔阂，以及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猜忌，正使得这个班集体逐渐走向崩裂。为挽回班级过去的凝聚力，他特意在体育课上做了个小游戏。卡拉要求奥斯卡与汤姆互相抓紧胳膊，与其余4人共同站在一块小台子上。他想借此告诉大家，只有互相信任，团结一心，才能战胜困难。但奥斯卡仍对汤姆昨天的言论耿耿于怀，猛地将汤姆一把推开，两人立即扭打在一起。因为是奥斯卡先挑起的事端，卡拉将他赶出了体育馆。可奥斯卡竟砸碎更衣室的玻璃门，从卡拉包中取出了装有证据的笔记本。卡拉见状赶忙上前拦下，岂料奥斯卡直接抡起电脑砸向他。等到卡拉回过神追上对方时，奥斯卡竟将笔记本扔进了河里。学校为此立即召开会议，会上既有家长代表也有学生代表，但库恩仍旧拒绝出席沟通。而教师委员会给出的评估报告是要求奥斯卡转学。校长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，对于这种存在暴力倾向、损坏他人财物的学生，为营造校园环境的和谐，校方必须坚持零容忍政策。卡拉立即提出异议，说到底奥斯卡还是个孩子，尽管他的做法确实偏激，可他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母亲。可库恩的罪行如今尚未有个定论，卡拉认为奥斯卡的犯错自己也有责任，他想要引咎辞职。家长代表第一个跳出来反对，学校的老师本就人手不够，再走一个自家孩子还学不学了。利伯达则注意到卡拉红肿的眼眶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奥斯卡所为，但卡拉当着众人的面咬死了这是自己不小心摔倒造成的。在卡拉的坚持下，校长最终暂退一步，让大家来匿名投票，决定奥斯卡是否该停学10天，以及是否还有资格参加班级旅行。散会后，卡拉走进教学楼，却发现校报社团正在布置场地，准备售卖新一期的报纸。他很疑惑，当时不是说好了要先把文章发给自己过目吗？卡拉拿起样刊，翻到自己的那一页，一目十行过后，一股寒意自他脊背上蔓延至全身。文章通篇都是对他的臆测与诽谤，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动用权力去监视迫害无辜之人的恶人。如果任由报纸发行，卡拉不敢想象后果该有多么严重。他拿起剩余报纸，找上克里斯，要求他撤下自己的那几页。但那天采访过后，克里斯的团队又找到了库恩，从对方的口中，他们了解到卡拉一直掩盖的真相，他就是在趁机迫害学校老员工。而卡拉越是愤怒，他们就越是兴奋。在学生的眼中，卡拉是强权的代名词，而只有与强权抗争，才能凸显真相的可贵。看见墙上那块牌子了吗，卡拉小姐？真理战胜一切。我们不会为了你的面子做什么公关宣传，也不会进行自我审查。卡拉最终无奈离开活动室，而等到第2天校报正式发售时，全校师生都沸腾了。学生为校报社团的勇敢而自豪，老师则为此收到家长们的几十封投诉信。文章从学生阿里身为移民家庭被带去问话谈起，指责利伯达存在结构性的种族主义倾向。同时他们还把库恩写成一个善良可怜的人，将矛头直指卡拉，称他偷拍别人，诬陷好人。利伯达想不明白，卡拉也是教师的一员，为什么就是不肯和委员会合作，把视频早早拿出来起诉库恩，不就没这么多事了吗？利伯达认为是卡拉为了赢得学生支持，不计一切代价地讨好他们，才使得所有教师陷于被动的境地。就在办公室一片混乱时，校长终于出面，经过与法务部门的商讨，他们决定关闭摊位，禁止校报发售。同时为了校园的和谐，从今天起所有老师不准再讨论与偷窃有关的任何事情。
如今的卡拉既要面对学生们的责难，也要承受同事的怒火，但他的本心从未改变，那就是坚持教书育人的理想，让孩子们在一片祥和宁静的氛围中学习成长。可为何事件发生到如今这个地步，反倒是自己夹在中间，里外不是人呢？卡拉感到有一股火焰在心中沸腾，他想要大声呐喊出自己的委屈、不甘与愤怒。于是卡拉走进教室上课时，在注意到班里同学手中的校报后，他要求全体起立，让大家跟着自己一起放开嗓门大喊。而在那极致的宣泄过后，是一片近乎死寂的沉默。卡拉将奥斯卡停学的情况告诉大家，同时称校报的捕风捉影给许多老师带来困惑，所以大家需要停止传阅的行为。台下立即有人高喊言论自由，提出抗议。也就在这时，奥斯卡出现了，有同学为他的回归鼓掌欢呼，也有人扔纸团唾弃他是小偷的孩子。看着沉默不语不肯离开的奥斯卡，卡拉感到一股来自库恩的威胁。他见教室里的情况也越来越失控，只好拜托利伯达帮忙组织学生更换教室。同时卡拉打电话质问库恩，到底要利用奥斯卡做什么？当初开会要不是自己极力保驾他的孩子，等待奥斯卡的就不是停课，而是转学了。库恩却忍不住冷笑，想要奥斯卡回家也简单，你必须给我公开道歉。卡拉明白彼此没有再沟通的必要，转身回教室，请走利伯达与校长，想要与奥斯卡单独聊一聊。他始终坚信这个孩子本性不坏，而奥斯卡看着卡拉眼眶上的伤口，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。其实从决定扔掉电脑销毁视频的那天起，他就已经弄清楚了真相。就连今天返校，他也是应了母亲的要求，只是他不敢面对事实，毕竟那是自己深深依赖着的母亲。可老师是无辜的，他又有什么错呢？突然间天空下起暴雨，在轰隆的雷声中，卡拉注意到库恩骑车从窗外经过。对视的那一瞬间，他看出对方脸上的痛苦与挣扎，似是在后悔自己不该置儿子于不义。紧接着奥斯卡的手机铃声响起，他知道那是母亲打来的电话，但他没有接，反而从书包里拿出今早装进去的魔方，当着卡拉的面拼了起来。破坏规矩回学校是为了库恩，因为他是库恩的孩子，他必须保护母亲。而拼好这个魔方是为了卡拉，他还记得卡拉，他不能辜负老师一直以来的关爱与期望。奥斯卡将复原的魔方还给卡拉，而窗外的暴雨不知何时停了下来，阳光照亮了卡拉嘴角的弧度。奥斯卡则被警察抬出了学校。全篇完。如果你喜欢我讲述的故事，可以点击观看光影23时的播客列表，这里面分类整理了阿月讲述的近500部电影故事，总有一款适合陪伴您进入甜蜜的梦乡。当然也不要忘了订阅光影23时，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查看我的最新视频。教师休息室是2023年德国剧情片，卡拉教育学生做题时要注意推论和演算，只有遵循逻辑的推导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。可现实社会远比课本上的数学题复杂，当真相扑朔迷离时，带有个体、种族的偏见往往占据主流，流言四起，舆论失控，各种矛盾不断激化升级，一件小事就这样演变为不可调和的局面。而导演直到影片结束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真相。关于奥斯卡最后的改变，也是阿月基于影片的理解做出的推断。他本人结尾处被警察抬出教室时，那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像极了一个凯旋归来的胜利者，很难不怀疑其实奥斯卡拿出魔方也只是在为母亲求情。大家是怎么看待偷窃案的真相呢？欢迎多多留言评论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晚安，我们下个故事见。哦对了，如果喜欢阿月讲的这个故事的话，别忘了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哦，让我们每晚在光影23室相互陪伴。